这是你第几次加班了？阮秋霜握着手机，语气疲惫。临时有个客户要见，可能要到10点才能回家。电话那头的孟维川声音平静：你确定是客户，不是那个经常给你发信息的许助理？你又在胡思乱想了。我们就是工作关系，是吗？那为什么上周你衬衫领子上有口红印？那是签字笔不小心蹭到的。你能不能别总是这么不信任我？希望如此吧。我只是……阮秋霜叹了口气，算了，你早点回来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婚姻是什么？阮秋霜曾经以为是2个人的相互扶持，是风雨同舟的承诺。7年前，她穿着洁白的婚纱，挽着孟维川的手臂走进婚姻的殿堂，以为从此就有了依靠。那时的孟维川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医疗器械销售代表，西装总是有些皱，领带也系得歪歪扭扭。阮秋霜会帮他整理衣领，笑着说：以后我们一起努力。如今，孟维川已经成为公司的销售主管，西装笔挺，领带永远系得一丝不苟。可他与阮秋霜的距离却似乎越来越远。起初是加班，后来是应酬，再后来是出差。阮秋霜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在孟维川生活中的存在感越来越弱。室内设计师的工作让阮秋霜很忙碌，但他总是会抽时间给孟维川准备晚餐。可孟维川经常不回家吃，或者回来得很晚，饭菜早已凉透。工作太忙了，客户非要我陪，这是他的标准回答。阮秋霜起初还会热一热饭菜等他，后来也慢慢习惯了独自吃饭。某天晚上，孟维川洗澡时，他的手机在客厅的茶几上不停地震动。阮秋霜原本不想看，但连续的提示音让他忍不住瞥了一眼屏幕。今天真开心，下次什么时候见？发信人署名徐雅，头像是个年轻女孩的自拍。阮秋霜的心沉了下去，但她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默默地将手机放回原处。从那以后，阮秋霜开始留意孟维川的一举一动。他的手机突然设了密码，衬衫上时不时有陌生的香水味，甚至有一次，他在他西装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瑜伽馆的会员卡，上面写着徐雅瑜伽教练，还有一个手写的电话号码。阮秋霜不是没有质问过，你和那个徐雅是什么关系？某个周末的早晨，他终于忍不住问道。孟维川正在喝咖啡，闻言手微微一抖，但很快就稳住了。公司新合作的瑜伽馆教练，负责给我们员工上健康课。他的语气很自然，眼神却有些闪烁。那为什么他大晚上给你发信息，还说真开心？可能是群发的广告吧。我们最近组织了员工健康日活动。孟维川放下咖啡杯，看了看手表，我得去公司了。今天有个重要会议，又是周末加班，又是重要会议。阮秋霜望着孟维川匆忙离去的背影，苦笑着摇了摇头。1个月前，他已经悄悄跟踪过孟维川2次。第1次，他确实去了公司；第2次，他进了一家高档餐厅，和一个年轻女子共进晚餐。女子背对着阮秋霜，但那优雅的背影和飘逸的长发，让阮秋霜几乎可以确定就是徐雅。阮秋霜没有冲进去质问，也没有大吵大闹，她拍下照片，默默离开。回家后，却在浴室里哭了很久。她尝试说服自己，也许真的只是工作关系，也许她想多了。可内心深处，她知道自己的婚姻已经出现了裂痕。3天后的周二，孟维川说公司临时有个培训，需要出差2天。
阮秋霜点点头，没有多问。但当他在棚看到孟维川朋友发来的截图，某温泉度假村的风景和与徐雅的合照，阮秋霜本该赶往一个客户的项目现场，但今天他请了假，他需要时间思考，需要整理自己的情绪。我不能这样继续猜疑下去了。阮秋霜对着镜子里憔悴的自己说，我需要确凿的证据。那天下午2点，阮秋霜提前回到家，打算取些文件。刚到楼下，他就收到物业的消息，有人申请临时门禁卡进入他家所在的单元。孟维川不是说在出差吗？谁会去他家？怀着复杂的心情，阮秋霜悄悄上楼，轻手轻脚地走到自家门前，心跳加速，手心冒汗。阮秋霜深吸一口气，慢慢将钥匙插入锁孔，门开了一条缝。他听到了室内传来的声音，那是孟维川的笑声，还有一个女人甜腻的回应。玄关处，一双陌生的红色高跟鞋整齐地摆放着，旁边是孟维川的皮鞋。阮秋霜僵在原地，眼泪差点夺眶而出。他的第一反应是冲进去大闹一场，将那对奸夫淫妇当场抓获。但转念一想，这样做除了让自己难堪，又能得到什么？孟维川会狡辩，会说那只是同事来家里谈工作，没有确凿的证据。他甚至可能在离婚官司中处于劣势。深呼吸，冷静下来。阮秋霜悄悄关上门，站在走廊上思考着对策。他的目光落在了墙上的消防栓，忽然有了主意，拿出手机。他装作正在通话的样子，声音刻意提高：喂，物业吗？我们楼道好像有天然气味道，能派人来检查一下吗？随后他再次轻轻开门，确保不发出声响。客厅空无一人，卧室门紧闭，隐约传来低语和笑声。阮秋霜径直走向厨房，找到天然气灶台的总阀门，稍稍松开一些，让气体缓慢泄漏，程度刚好能闻到，但又不至于造成真正的危险。做完这一切，他再次退出家门，轻轻带上门。这次他没有离开，而是躲在楼梯间的转角处，静静等待事态发展。10分钟，20分钟，阮秋霜紧张地看着手表，心跳如鼓。就在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计划是否会奏效时，电梯门开了。林阿姨，她的邻居，拎着菜篮子走出来。这位退休护士的嗅觉异常灵敏，因为职业习惯，对气味尤为敏感。果然，林阿姨刚走到阮秋霜家门口，就皱起了眉头。咦，怎么有股天然气的味道？林阿姨嘀咕着，在走廊上转了转，最后确定味道是从阮秋霜家传出来的。她立刻按响了门铃，连按几次，却无人应答。奇怪，明明听到里面有动静啊！林阿姨自言自语，然后掏出手机拨打了物业电话。10分钟后，物业主管带着2名保安和1名维修工赶到现场。林阿姨，确定是这家吗？物业主管问道。没错，我闻到的就是从这儿传出来的，而且越来越浓了。林阿姨肯定地说。好的，情况紧急，我们必须立即进入检查。物业主管拿出万能钥匙，打开了阮秋霜家的门。物业检查，有人在家吗？我们接到燃气泄漏报告，主管大声喊道。屋内一阵慌乱的响动，卧室门被急促地拉开，谁会从那扇门后走出来？此刻，林阿姨和物业人员都惊呆了，一时间客厅里鸦雀无声。孟维川衬衫纽扣扣错了位，头发凌乱，脸上写满了惊慌，身后跟着一个穿着吊带裙的年轻女子，正手忙脚乱地整理着衣服。阮秋霜一眼就认出了她，徐雅。
那个瑜伽教练，你们是谁？为什么闯进我家？孟维川尴尬地站在那里，试图掩饰自己的慌乱。物业主管回过神来，严肃地说：“有住户报告闻到天然气味，我们怀疑您家可能存在燃气泄漏，情况紧急，才不得不进入。”什么燃气泄漏？我没闻到啊！孟维川下意识地反驳。林阿姨此时已经拿出手机，悄悄按下了拍照键。那这位是？她意味深长地看向徐雅，眼神里满是审视。徐雅脸色煞白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是孟先生的同事，来讨论工作的。”孟维川连忙附和：“对，我们在讨论一个项目方案。”维修工已经走进厨房，检查燃气阀门，确实有泄漏。他大声报告：“阀门松动了，我已经关紧了，不过得通风一下。”物业主管严肃地说：“孟先生，这种情况很危险，您怎么没有察觉？”我们在卧室，没注意到。孟维川语塞，这解释听起来更加可疑了。就在这时，电梯叮的一声响起，阮秋霜走了进来，表情惊讶：“怎么了？为什么这么多人在我家？”她假装刚刚回来的样子。林阿姨立刻迎上去：“秋霜啊，你家天然气泄漏，差点出大事，还好我们及时发现了。”然后她意味深长地看了看孟维川和徐雅，还发现了其他事情。阮秋霜的视线落在丈夫和徐雅身上，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“你们这是？”她的声音颤抖，表演得惟妙惟肖。孟维川张口结舌，不知如何解释眼前的局面。徐雅尴尬地低着头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。林阿姨搂住阮秋霜的肩膀，愤怒地说：“这对狗男女，趁你不在家，竟敢在你们的卧室里！”哼！他晃了晃手机，“我已经拍下证据了，你可以用来离婚。”物业主管和保安面面相觑，显然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孟维川终于回过神来，目视着阮秋霜：“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早就知道我在家。”阮秋霜冷笑一声：“我怎么会知道？我以为你在出差啊，老公。”他的讽刺让孟维川哑口无言。徐雅此时已经开始抽泣，显然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。物业主管清了清嗓子：“关于燃气泄漏的事，我们需要做个记录。孟先生，作为业主，你有责任确保家中设施的安全。”他的语气公事公办，但眼神中的鄙夷清晰可见。至于其他的私人问题，还请你们自行解决。林阿姨却没打算就此罢休，她拉着阮秋霜的手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孩子，别忍了，这种男人不值得。”然后转向孟维川，毫不客气地说：“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？如果真的爆炸了，不只是你们，整栋楼都会受影响。”孟维川无法反驳，只能恼羞成怒：“这是我家的事，请你们不要多管闲事。”这话一出，不仅林阿姨，连物业人员都露出不满的神色。维修工冷冷地说：“燃气泄漏可不只是你家的事，这关系到整栋楼的安全。”阮秋霜深吸一口气，决定给这场戏加上最后一笔。他走向徐雅，平静地问道：“你是徐雅对吗？瑜伽教练？”徐雅惊讶地抬起头，不知道阮秋霜为何知道他的身份。“你知道他是已婚男人，对吗？”阮秋霜继续问，声音轻柔却带着刺。徐雅支支吾吾，最后小声说：“他说你们感情已经破裂，准备离婚了。”阮秋霜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。“是吗？那真是新闻，我怎么不知道？”他转向孟维川：“看来你已经替我做了决定，那我成全你。”林阿姨在一旁拍手叫好：“对，离了这个渣男。”物业主管打断道：“
燃气已经处理好了，我们先撤了。不过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拿出手机，我需要拍几张照片，记录一下泄漏点情况，以便后续防范。大家都知道，他拍的不只是燃气阀门。物业人员离开后，家里只剩下阮秋霜、孟维川和徐雅三人，气氛尴尬到极点。徐雅率先打破沉默：“我先走了。”他抓起包和鞋，几乎是逃一般的冲出了门。孟维川想要阻止，但阮秋霜冷冷地说：“留下他做什么？继续你们的好事吗？”听到这话，徐雅脚步更快了，连电梯都没等，直接走楼梯下楼了。房门关上，孟维川的怒火爆发：“阮秋霜，你故意设计我是不是？”阮秋霜冷笑：“我设计你什么了？我只是提前回家取文件，发现天然气泄漏，报告了物业而已。你明明就是故意的。”你松开了阀门。孟维川咬牙切齿：“证据呢？”阮秋霜反问：“就像我问你出轨的证据一样，你有证据吗？”孟维川语塞：“你早就知道我和徐雅的事。”他最终泄气般问道。阮秋霜冷静地回答：“我怀疑很久了，但一直没有确凿证据。直到今天。”他拿出手机，调出此前跟踪拍到的照片，还有这些。你们的温泉度假，你说是去出差？孟维川看着照片，脸色变得苍白。他试图解释：“我只是一时糊涂。”阮秋霜，我们毕竟是夫妻。是啊，我们是夫妻。阮秋霜讽刺地打断他：“所以你背着我出轨的时候，想过我的感受吗？”孟维川低下头，无言以对。收拾你的东西，今天就搬出去。阮秋霜的语气不容置疑：“你要离婚？”孟维川惊愕地抬头：“不然呢？”继续装作什么都没发生。阮秋霜反问：“还是你以为我会原谅你，让你左拥右抱？”孟维川沉默了，知道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。就在这时，阮秋霜的手机响起，是林阿姨发来的信息：“秋霜，我把照片发到业主群了，让大家都提高警惕，防止燃气泄漏。”附带的截图显示，林阿姨不仅发了照片，还添加了醒目的描述：“3栋1802有燃气泄漏。”还抓到一对偷情的，大家引以为戒啊！下面已经有10几条回复，都在谴责出轨行为。孟维川的手机也响个不停，他打开一看，来自同事的信息：“维川，你怎么上小区论坛了？老孟，出事了，看到业主群的爆料了，兄弟，你妻子不会杀了你吧？”哈哈哈！孟维川脸色铁青。这下真的是众人皆知了。阮秋霜没有幸灾乐祸，只是平静地说：“看来你已经出名了。”孟维川崩溃地坐在沙发上：“你知道这会对我的工作有多大影响吗？公司对形象很看重的，那真是太糟糕了。”阮秋霜语气平淡：“不过比起我这7年的感情被你背叛，似乎也不算什么。”晚上，孟维川收拾了简单的行李离开了家。他试图联系徐雅，但对方已将他拉黑。瑜伽馆的同事告诉他，徐雅请了长假，说是要回老家休养。事实上，徐雅的瑜伽班已经流失了大半学员。有人在网上扒出他的照片，冠以小三的名号疯狂传播。孟维川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去。第2天上班，同事们的眼神或暧昧或鄙夷，让他如坐针毡。中午，主管把他叫到办公室：“维川啊，你的事情我听说了。”孟维川忐忑不安：“主管，我保证不会影响工作。”主管叹了口气：“问题是已经影响了。几个大客户打电话来投诉，说不想和这样的人合作。最终，孟维川被调离销售岗位，改为内勤，收入骤减2/3，前途黯淡。
他尝试向阮秋霜道歉，希望挽回婚姻，但阮秋霜已经找好了律师，坚决要求离婚。有了确凿的出轨证据，加上小区业主群的见证，阮秋霜在离婚诉讼中占据绝对优势。2个月后，法院判决离婚，孟维川净身出户，房子和大部分财产都归了阮秋霜。孟维川只得到1辆车和少量存款。走出法院的那一刻，孟维川苦笑着摇头，一时冲动，毁了一切。阮秋霜头也不回地走向自己的新生活。离婚半年后，阮秋霜卖掉了旧房子，搬到了城市另一边。偶尔，他会收到林阿姨的信息，询问她的近况，两人成了忘年交。林阿姨甚至介绍了几个不错的单身男士给阮秋霜。不急，阮秋霜总是笑着回绝：“我现在挺好的。”她确实不急于开始新恋情，这段经历让她更懂得珍惜自己。有一天，林阿姨来到她的新家做客，看着宽敞明亮的客厅，赞叹道：“设计得真好，比那个家漂亮多了。”阮秋霜笑着说：“新的开始，新的风格。”林阿姨神秘地凑过来：“你知道吗？你现在可是我们小区的传奇。”“什么传奇？”阮秋霜好奇地问。“小区里现在有个反渣男联盟，我可是领头人。”林阿姨得意地说：“只要有谁怀疑自己的老公出轨，都会来找我出主意。”阮秋霜哭笑不得：“您可别教坏人家啊！”林阿姨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我只教他们一件事，闻闻有没有陌生香水味。”两人相视大笑，笑声中满是对新生活的欣喜。阮秋霜想，也许这场婚姻的结束，反而是他重获自由的开始。孟维川的生活则一落千丈，被公司边缘化后，他最终选择辞职，想另谋出路。但出轨男的名声早已在行业内传开，几次面试都无疾而终。某个周五的晚上，孟维川独自在酒吧喝闷酒，邻桌的人正在高谈阔论：“听说了吗？那个被老婆用天然气熏出原形的男的，现在找不到工作了，活该！出轨还带回家，这不是找死吗？他老婆够聪明的，一招就把他们俩都收拾了。这年头，做人还是老实点好啊。”孟维川低着头，一口闷下杯中酒，苦涩的液体划过喉咙，却比不上心中的苦涩。他望着酒杯中自己模糊的倒影，第一次真正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。或许这就是背叛的代价，失去的不仅是一段婚姻，还有尊严。孟维川苦笑着，又要了一杯酒，陷入了无尽的悔恨之中。而此时的阮秋霜正站在自己工作室的落地窗前，望着城市的夜景。他的眼中不再有泪水，只有对未来的期待和对自我的珍视。阮秋霜选择了以最优雅的方式，完成了自己的复仇与救赎。故事的结局不是谁输谁赢，而是每个人都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，也收获了相应的结果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